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不黑，想说几句大实话。下一站准备去日本。今天呢，先分享一下在美国的几点感受，真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现在是在武汉的街头啊，可以看到这边的建筑啊，美国那边有很多这样的建筑。说实话，美国就像一个大农村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那边的建筑啊，就是墙体都已经脱落了。然后说实话，美国那边的建筑就是说实话都已经脱落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基建做的比较早，所以呢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平房，除了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几栋高楼。说实话，那边的高楼还没有武汉多呢。武汉的高楼非常多的啊。然后呢，虽然说没有上海那么多高楼，但是武汉这几年发展确实很不错。在美国的街头呢，你能看到就是绿化做的不怎么样，他们一直在追求环保，但是在马路边看不到什么树，都是草坪什么之类的。但在我们国内啊，很多城市的街头啊，都看到很多的树，这才是真正的做环保，为碳中和做长远的发展，是不是？现在汽车尾气排放这么严重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啊，多种点树还是有助于天气的好转的。说实话，西方的那些专家说什么啊，注重于什么环保，说实话，没有拿出实质性的东西，都搞一些虚无缥缈的，就是为了搞什么专利费，然后搞什么独裁，像制裁华为啊什么之类的，什么不给他制造芯片啊，什么卡脖子东西，老喜欢这样子让别人帮他打工。美国啊这种霸权的帝国行为啊，经常性这样把战争带到和平国家，把资本带到什么什么那种没有什么那种纷争的地方，让很多地方民不聊生。说实话，让全球为了打工，这种行为真的很自私很自利，在美国那边真的是一针见血，是不是？然后在美国的街头，说实话，虽然没有那么多高楼，但大部分都平房。为什么说美国人人人有车？给大家说一下吧，在美国街头啊，可以经常看到很多的巧克力，那就是那种皮肤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地铁里面也很多巧克力，就是黑色皮肤的人，非洲人嘛。然后所以说，你大部分都是好的，但是有一些因为美国那边的嘛，合法持那个什么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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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所以在街头啊还是挺乱的。除了纽约和洛杉矶治安比较好，其他地方真的是流浪汉和一些团体的一些主流的一个位置，因为他们那边还有零元购嘛，所以说法律对于那一块还是比较空缺的。说实话，太松散了。然后在美国那边，说实话，出行的话，公交，你看这边公交一辆两辆，武汉街头啊，是不是特别的多？但在美国那边，你根本等不了什么公交，公交车你也不敢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还有巧克力，地铁里面也有巧克力。虽然说美国人素质普遍都比较高，但是呢，有黑色巧克力的存在，所以呢，那个数字啊就可想而知了。去美国是去打工去的兼职，然后说实话发现了，边旅游边打工，但是到美国那边，你语言不行的话，只能做一些黑工，其他的一些地方根本做不了，而且还有税，各种税收。你比如说现在在街边这边店铺买东西，你要给服务小费的，别人只是给你拿一下货装好了给你，啥服务都没有，还必须要给15%的小费，还要给消费税。说实话，这种他本身他们就仗着他们电商做不起来，故意在实体店这样搞的。他们电商主要是物流慢，在那边根本买不了东西，像我们国内那么远的地方，一两天就到了，点外卖半个小时到了，不用做饭，是不是？虽然人变懒了，但是可以吃到天南地北的美食，买到各种山珍美味。但在美国，说实话，你只能买青菜、土豆都非常的昂贵，越新鲜的越贵，搞不懂他们怎么搞的，越民生的东西越贵，然后越贵的东西越普通，反正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这就是美国吧。